这就是被小日本殖民的后果。来到这里的朝鲜人还没下船，就开始被小日本一通暴揍。紧接着，女人们不论年纪大小，统统被薅着头发优先筛了出来。然而此时他们还不知自己即将被送去天天订单满天飞的慰安所。男人们则更是悲催，一下船就被逼着来到海下1000多米的矿井。这里常年高温、阴暗、潮湿，落石不断，开采过程中瓦斯时常喷出，随时都有引燃爆炸的危险。而在一些狭窄的作业区，小日本还丧心病狂地雇佣一些身体矮小的童工。如此毫无节制的开采，时不时的还会引起海底地震。一些实在忍受不了的劳工，趁着夜色就冒险逃了出来，但一经被小日本发现，就会直接被送去西北。侥幸能逃出来的，也不可能安全地游到岸边，因为小日本的巡逻船会随时出没，发现后直接一网子下去，就会被再逮回来。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这里，这里简直就是朝鲜劳工的人间地狱。因其四面环海地形库4军舰，故被冠名军舰岛。大批被小日本殖民的朝鲜劳工被黑心中介以高薪为噱头诱骗至此。到达之后，他们才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工资，就连阴暗潮湿的床铺都能一脚踩出水来。本来就没有营养的稀饭里边随时可以吃出蟑螂。即便如此，这些朝鲜劳工也只有忍气吞声。然而很快二战即将结束，准备投降的小日本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，决定彻底集中清理这批朝鲜劳工。但殊不知，一个朝鲜劳工在无意中却得知了这个消息。小鬼子们究竟有多丧心病狂？为了能够获取煤炭能源，他们强迫朝鲜劳工进入海下1000多米深的矿井去当免费劳动力。然而阴暗狭小的矿井却是事故频发，劳工们一个不注意，运煤的小车库哧一下就放飞了自我，毫无防备的工人们被怼得相当懵逼，一些人根本没有反应，当场饮恨。然而小车并没有就此停止嚣张的步伐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横冲直撞地向前奔去。而电线所产生的火花瞬间点燃了泄漏的瓦斯，一时间开采的2号坑火光四起，迅速蔓延。鬼子指挥官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，但他担心的并不是朝鲜劳工的死活，而是否影响开采的进度。在得知2号坑差不多开采殆尽，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后，为了阻止火势蔓延到其他坑道，鬼子指挥官决定在2号坑的出口处实施引爆。然而一旦出口封闭，坑内所有劳工将全部饮恨。但当鬼子们实施爆破后，他们才发现朝鲜劳工尹学哲也在2号坑道内，而老尹在朝鲜劳工心中那可是神一般的存在，是他们的精神领袖。如果老尹饮恨，势必会造成朝鲜劳工的暴动，这可是把鬼子指挥官吓得相当懵逼。但所幸的是，2号坑道内的劳工最终炸开一条出口，自救成功。而就在此时，外界传来了二战结束的消息。小鬼子们为了掩盖他们在岛上犯下的罪行，决定集体处理这批朝鲜劳工，以绝后患。但他们的这个秘密却不经意间被劳工朴武英所发现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发现这个老尹原来早已叛国通敌，表面上他虽和劳工打成一片，但实际上却和日本人串通起来，一起压榨朝鲜劳工。正当老尹忽悠着所有朝鲜劳工全部进入矿井，准备将他们团灭的时候，朴武英及时站出来揭发了老尹的汉奸身份，并一刀送他去了西北。接下来这批朝鲜劳工就踏上了逃出鬼子魔爪的死亡旅程。这不是一场军人间的战斗，而是一次朝鲜劳工对抗小日本屠杀的暴动。伤员们把榻榻米垫子做成盾牌，女人们把破布攒起来做成长绳，男人们在工具房找到工具和汽油，再找来各种各样的空瓶子，装上汽油后就成了燃烧瓶。负责运煤的滴滴司机在夜色的掩护下，悄悄游到运煤船上，控制住驾驶室。这批被小日本长期压榨的朝鲜劳工，此刻正准备逃出这座四面环海的牢笼——军舰岛。因为二战即将结束，小日本将要对这批朝鲜劳工实施团灭，来掩盖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。然而能逃出这座小岛的唯一路线，便是沿着日常架在高空的煤炭运输带翻墙出去，最终到达煤炭的运输船上之后，便可以乘船离开。但劳工队长却心里很清楚，一次性要逃出400多人，其中还有伤员和孩子。如果不被小日本发现，那几乎是不可能。于是自己便和手下的小弟们就承担起了阻击的任务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女人和伤员们优先走上了传送带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批劳工在岛的另一端点起了熊熊烈火，以此声东击西来吸引小鬼子们的注意。但没过多久，他们的逃亡行动就被小鬼子们发现。大批小鬼子拿着家伙事儿倾巢而出，一颗照明弹库哧一下，瞬间将黑夜变成了白昼。此时大批逃亡的劳工已经拥上了传送带，在拥挤和枪炮声的干扰下，不断有人从上方掉落，而传送带末端的绳子也不能持续承重，就突然断裂。面对着冲上来的小鬼子，早已分工好的射击组和爆破组挺身而出。虽然盾牌被瞬间射穿，但却丝毫不惧，因为此次逃亡他们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而就在这时，传送带也不堪承受多人的负荷之重，轰然坍塌。眼瞅着逃生之门即将向他们关闭，一批劳工冒着小鬼子的枪林弹雨，自发的准备将传送带再次架起。虽然此时不断有人中弹身亡，但加入的队伍却越来越壮大。眼瞅着传送带举到半空就到达了极限，一个劳工拿起镰刀对着鬼子的军旗呲溜一下，就将鬼子军旗变成了2节长绳。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，终于再次把传送带架在了高墙之上。此时鬼子们的弹药也消耗殆尽，双方进入了近身肉搏阶段，最终以鬼子队长被杀而结束了双方的对峙。而活着的朝鲜劳工才得以走出这座军舰岛。很显然，编剧为了圆满，在结尾篡改了历史。但
但殊不知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，挖煤更多的却是中国的劳工。可惜国内拍了那么多抗日神剧，也没有人去触碰这一段历史，结果泡菜国却将它搬上了荧幕。但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电影，这段中朝劳工被小日本摧残的血泪史都不应该被世人所遗忘。